纳指再次跌到了我们讲到的缺口支撑25210.47之后，出现了一根放高量的假阳线。这一根假阳线会否假阳见底呢？还是说会继续的往下探0.382的支撑位置24707.22呢？纳指的周线呢也已经回踩到多方带的位置，调整时间呢也已经2周以上了，周线也要见底了吗？Hello， 大家好，我是 Josie。周四、周五开盘之前，让大家关注前边大跌之后出现价格便宜信号的股票，比如说呢微软、甲骨文这一些，还有那一些呢被错杀，现在呢有补涨需求的，像 AKLB 这样的一个股票，你关注了吗？美光 AMD 呢都已经开始进入到震荡阶段，需要调仓换股了没有？这些股票什么时候有机会呢？如果您现在呢也在关注这一些美股问题，可以订阅频道，打开旁边的小铃铛，一起学习美股知识。今天是香港时间6月28号，我们视频的主要内容会给大家分为2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讲一下大盘的行情解析，美股呢周五出现放量假阳，下周是否会见底？那第二个部分呢讲一些热点股票的一个解析，一个的话是特斯拉，在周五已经机构低吸转为了做多，英伟达呢则是周线日线都出现了蓝烛的这个信号，所以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还有的话呢就是 AMD、美光、Circle 呢、微软、AKLB、PLTR 以及呢 ARM， 那这些股票呢有些是 Josie 那觉得有机会，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关注的，还有一些是学员去问到的股票。那如果手上有股票，但是 Josie 没有跟大家讲到的话呢，也可以在评论区当中给 Josie 留言。那接着我们进到今天正式的内容。第一个来看的话呢，是整一个纳指的日线走势图啊。纳指到目前为止都是处于一个空方带的状态，前面在这一个阶段跳空高开回踩的时候呢，就让大家在这一天已经离场，然后到目前为止Josie 一直没有跟大家呢这样去关注日线，因为一直没有出现这一个机会。那现在来看的话呢，大家可以呢去关注这一个日线了。为什么跟大家这么想啊？那第一个的话呢，我们在这一个行情广播当中，我之前就给大家讲过，这一轮往下去跌，关键的这一个支撑的一个价格在哪里？在这一个缺口下沿的一个位置，大概来讲在25210.47。这里呢，既是呢纳指它在日线上一个非常标准的头肩顶的这一个形态的一个颈线的位置，又是呢前方蓝烛的一个支撑以及缺口的支撑，属于呢有3重的这一个阻力在这里。所以的话呢，我们当然讲它这一轮呢踩下来了之后呢，会在头肩顶颈线的一个位置呢会有这一个支撑的作用，但当时呢它没有出现止跌啊。如果可以在这一个价格出现一些类似于当针探底啊、阳包阴啊，或者呢十字星之后等等的这一些止跌现象的，那么短期有反弹的机会。没有出现止跌的，说明还有往下再去调整的一个空间。那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讲到的这一个支撑的价格啊，纳指2次呢最低价都是采集了25210.47，它在周四采集完之后呢，收盘价收了上去。在周五虽然是一根假阳线，它也是跌破了支撑之后，最后收盘价也同样是收了上去的，那就说明我们讲到的这一个支撑的价格它是非常有效的。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它能不能在这里出现一些止跌的现象。虽然说呢高开低走的假阳线啊，本身来讲应该说市场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强势的，比这一些实打实的阴线啊等等它要强势一点点，但是不代表说它在这里就能启动了。所以真正要去判断说多方呢能不能去启动的一个标志，一定呢在这个位置出现了明确的做多的一个迹象，比如说它给我来一个阳线，把假阳线的一个高点给进行一个有效的突破，那么这里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假阳见底的这一个形态啊。这里是讲到的一些相关的价格。那接着呢来看的第二个点就是纳指它其实在日线周五的时候呢，它出现了一个放量呢阳线的一个形态，而且放的它还是一个高量柱，稍微来讲还是比较少见的啊。虽然呢它在这一天的时候放的量更加的多，但是这一天它是因为3乌日啊，包括这里也是一样，当时是因为4乌日，所以有期权的一个结算，它才会放出这么大的量。这样日常生活当中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放出这么高的一个量的，说明市场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异动资金。这里呢一定要注意一下，
只是说这一次异量异动资金它是向上的还是向下的。如果呢周五的这一个放的这一大量，它是属于干嘛？就是要去高位获利了结的这样的一些资金为主的，那么就基本上意味着呢纳指的调整它还没有结束，它还会继续的往下跌。如果周五出现的这么大的一个量，它是买盘占据的这种主导的，那就意味着下周它应该会迎来纳指的一个反弹。所以从我们讲到的成交量异动的这一个角度上去看，它今天放出了这一个高量柱。我们在讲机构异动量当中的黑马三绝的时候有讲过一句话，叫高量不破，后市必火。所以对于纳指来讲，日线上第一个关键的话呢，就是它的这一个假阳线的一个高点，大概来讲25,491.37的一个价格，它在下周日线上能收阳线突破这一根高量阳的一个高点的，那基本上就意味着纳指日线已经宣布见底了啊。它能不能在这个位置当中形成反转我不确定，但是起码告诉我们这个位置应该来讲是一个短期反弹的一个低点，那我就可以进场。那相反，如果它在下周收到的是一个干嘛阴线，把这一个假阳线的一个低点给跌破了的，假阳线的一个低点是多少？25,014.96的这一个价格，它是给跌破了的话，那就意味着一件事情啊，它在这里并没有见底，而且它还有往下再去砸的一个需要，那我们就一定要做好这个准备。那基本上就宣布了，下周的一整周来讲，它应该都相对弱势的。当然我个人的这个观点啊，因为我们前面在这一些高的位置已经获利了结了，真的能往下再去跌一跌的，我只会觉得机会大于风险。所以下周啊，能不能在这里止跌，就看一下有没有收个阳线突破高量阳的一个高点，能突破的，那么这里短期见底；没能突破，而是选择跌破的，那还有继续往下跌的一个空间。毕竟目前才下跌结构5，距离我们讲到的结构9还有4个交易日的时间，刚好是下周一整周的一个时间。因为下周好像有一天是休市的啊，不开盘的，那刚好就是4天，那我们就期待一下啊。假设说下周一整周都是维持的下跌的，那基本上来讲这一波的一个底部就会出现在下周啊。OK， 这个呢是讲到的关于纳指的高量阳的一个事情。那如果就是说纳指呢它没有突破它的高点的，它选择跌破它的低点的，那么往下的一个空间当中，它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个支撑在哪里？第一个关键比较好的一个支撑的话，我会把它定到从底部到高位接下来了之后 0.382 的这一个价格，大概来讲24,707.22 的价格，它跌到这里之后出现了一些止跌的这种迹象的，那就说明了这里支撑有效啊。那相反一根大阴线咔给我跌下来了，那就说明了它还有继续的往下去探。那第二个关键的一个价格的话呢，我就会把它定到这一个缺口吸引这里，大概来讲它的一个下沿是在24,156.18。注意，我只跟大家讲的啊，这里它只是代表了往下的过程当中有支撑，不代表说它一定要跌到这里，只是说它万一没有出现了这一个阳线突破它高点，它往下探的话，哪些价格比较容易会出现止跌而已，不代表说它100%给我跌到支撑的价格啊，这里是要注意的点。那第二个的话呢，给大家从周线上去看啊，周线上我当时在月初的时候就给大家讲过，美股这一轮的一个风险，它不是日线级别的，它应该是一个周线级别，周线级别的风险最少2周以上。那你看一下，从我们在这里讲周线级别的风险到现在，已经有1周、2周、3周、4周的调整的时间。到目前为止它都没有突破黄竹的高点，仍旧是处于一个调整的状态，调整的空间也给大家讲了啊，就是这一个多方带的位置，本周最低点已经采集到多方带之后收盘价收上去的。所以不管是从我们时间讲到的2周，还是从我们讲到的空间上去看，美股这一轮周线级别的一个调整其实已经差不多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去关注的一个点就是纳指它在周线上能不能出现6种止跌的这种形态。什么叫6种止跌形态？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第一个讲到的机构低吸转为做多，那它呢是在空方带跟多方带都能上涨的这种标志。第二个的话呢，涨幅大于3% 的中带阳线，这一个科技股会比较合适，不适合呢在周线上用这个形态。那第三个的话，比较常见的强势3日底分型形态，第4种阳包阴形态，第5种带有长下影线的一个阳线，
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向上的跳涨缺口。那么这几种都是比较常见的多方带上的止跌迹象。所以如果说呢有在关注美股周线的话呢，那我们现在心里边有预期，调整时间已经够了，调整空间也已经到了，就看下周它会不会在周线级别上出现止跌的迹象。它在下周能出现一些止跌迹象的，那就说明日线周线它都应该要具备机会了。那基本上来讲就意味着这一波行情调整结束，它应该要恢复正常的上涨行情了。那我们就期待它后边的一个上涨。OK， 这里是讲到的纳指，那接着再给大家呢去看的话是标普500，标普500的走势跟纳指基本上是比较像的它也是一样，在周五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放的比较多的这个量出现的是一个高量柱前面像这一根它是因为4、5日，包括呢这里都是因为呢有期权的这一个结算，所以它才放的大量。那么它在周五的时候是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产生这么大的一个量，就说明还是一样有大量的异动资金的一个出现。那么操作策略跟纳指一样收阳线突破高量柱的高点的 7392.95 的，那么这里它就是它短期要见底的一个阶段，没有进行突破它的高点的，那么短期来讲仍旧看调整那往下的这个空间调整的第一个关键的支撑，它可能就会去到缺口下沿的位置 7273.26 这里也是它的一个头肩顶的一个颈线的一个位置，所以支撑应该是相对比较好的。然后呢它假设说在这里它没有收阳线突破呢高量阳的高点，跌到缺口附近之后它才止跌的，那么上去的时候看一下它这一个上去的时候能不能突破它的一个高点，能突破高点的那它这个叫反转行情，没能突破高点的它叫做反弹行情，反弹结束之后它还会继续往下去探讨。所以在下周这一个标普500，其实不管呢是标普500还是纳指，我觉得下周都是非常的容易变盘的一周，所以看一下它是选择突破还是向下去调整的。OK， 标普500已经讲完了，那接下来再给大家去看一下呢，就是这个黄金，这是黄金的一个期货对于黄金的话呢，我们在6月22号的这一期行情广播当中，我就已经提前跟大家讲过了当时因为很多人一直在问这一个黄金，我跟大家讲我说它在这一个位置22号的时候，它在这里价格确实来说是比较不错的，但是没有达到我的预期。个人的话呢，会等最后一跌之后再进场，起码触一下前低的这一个低点，甚至呢再创一下新低之后再说。这里是我们在6月22号当天开盘之前给大家去讲到的内容。那你看一下黄金的这一个期货就是在这里触了一下呢前期的一个低点之后，再出现了一个价格便宜，这几天是一直在震荡期间的。所以有时候呢一定要等到有明确的买卖点的一个出现之后，我们再去进场。就是买的时候我为什么买，卖的时候呢我为什么要去卖。你比如这个位置让你卖的时候你不卖，那么这一轮基本上来讲你的利润全部都回吐回去了。那你在这中间的位置，你要是敢买它接着往下去砸，你要是敢卖，卖完之后它在这里就止跌了。所以一定要等到指标有明确的买点之后再去进场。那目前来看的话呢，黄金在这一个位置有出现价格便宜，但是未确认它在最近一直是在这里呢横盘震荡的一个阶段。个人来讲它在这里的横盘震荡，我觉得只是一个短期。如果说它没有收阳线突破这一个白色 K 线的一个高点的话呢，那么在这里它只是一个震荡，它还没能构成了一个真正的行情。我会觉得呢7月份的时候它才会是黄金的一个底部。那么这一次黄金的一个底部的话，我觉得应该会是稍微来说比较不错的一个大底虽然呢不可能再像就是前2年那样的一个黄金，但是我觉得它在7月份真的能出现底部的话，那么这个底部它应该是不小的。所以有关注黄金的小伙伴可以看一下它在这里如果继续的震荡没能形成突破的，那你心边有预期它应该来讲还会再探一下现在才下跌结构5，距离结构9还有4个交易日的时间，到了7月份左右它呢才能出现一个相对比较不错的底部的。那么这一个底我估计来讲它会是一个波段底它都不是说是这一种小底，我就觉得它最少都会形成的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波段的底部。OK， 这个呢是讲到的黄金。那这一个白色 K 线高点的位置
也是我们讲到的价格偏压。你看一下前面2次都是出现这一个信号之后起来的，这个价格是4132.4，看一下能不能突破吧。能突破了的话呢，然后说明它在这里短期呢会有这一个机会，那就说明呢它短期会像前期这里一样，它应该会有一个反弹，但是反弹触及空方带之后，它就看一下它能不能形成一个突破啊，能突破并且企稳的，它才可能呢会形成反转的行情，不然的话呢，通通按照反弹行情去对待。OK， 黄金的话呢就已经讲完了啊，当然也有一些学员呢，我看到评论区当中留言啊，就问 Josie， 就是关于我们讲到的这个行情广播啊，究竟怎么样去参与的？然后在这里给大家去讲一下啊。我们行情广播的话呢，是在每天啊，就是美股只要有开盘，我们都会在5到6点钟开盘之前，给大家呢去开这一个行情广播，告诉大家你要去关注的目前行情，你要去关注的目前的一个大盘的情况，以及呢一些相关个股啊，哪些个股有机会等等。你可以去关注一下，那这个呢是我们行情广播会给大家讲到的内容。那如果说你想要去参加的，你可以看一下啊，因为在我们的铁粉当中啊，它有4个福利。第一个福利啊，比如是一个进阶视频，一些技术分析的进阶视频。第2个的话呢，会有一个直播优先整股福利。第3个就是一些专享的社区帖子。那么第4个的话呢，所有的铁粉都会有1个月的免费广播行情的一个体验。那你可以干嘛？加入到铁粉当中，然后呢，找这个助理呢去领取行情广播的一个体验。那怎么样联系助理呢？在我们描述栏这里当中，第1个的话呢，就是助理的一个 TG 啊，你可以点击这一个助理的 TG 找到助理。第2个的话呢，就是呢，频道铁粉啊，他怎么样去加入？你点击这一个链接，那你就可以加入到频道铁粉当中。频道铁粉应该是14.9块啊，所以你看一下，如果说想要去体验我们的行情广播的，那你可以加入到铁粉之后呢，联系助理，邀请你到这一个铁粉的频道当中去学习。好，这是第1个部分给大家讲到的内容。那接下来看一下整个个股的情况。个股的情况，首先来看的话就是英伟达。英伟达跟特斯拉从6月份开始，我一直跟你们讲，性价比不高，性价比不高，前面跳空高开我都让大家不要做，但是现在的话可以关注了啊。原因第1个看到了没有？今天的英伟达已经出现了一个机构低吸的信号，机构低吸出现了，就说明了它在这里已经进入到短期来讲 oversold 的一个状态，被过度的抛售了。什么时候呢？它在这里可以像前面啊，这是一次出现机构低吸消失不见了之后，第2天收了一个阳线，突破它的高点，那么这里它是一个买点。机构低吸转为做多啊，蓝烛消失收阳线突破确认，那么这里它就是一个买点。现在来看，英伟达已经出现了机构低吸，什么时候转为做多不确定，但是它只要在这里继续的蓝烛，我可以继续的关注蓝烛消失收阳线呢突破确认，那么这里就是一个短期呢性价比比较不错的低吸的价格，所以前面一直让大家等吧。现在想要进场的小伙伴做好准备啊，继续蓝烛，继续观望，蓝烛消失收阳线突破确认，那么这里就是一个进场的信号，我可以考虑进场。进完场之后，以蓝烛低点设置好止损价，没有100%的，万一后边干嘛反跌破的情况下，那我就止损出局啊。所以英伟达关注好了它的机构低吸信号，没有机构低吸信号，如果说你不是内部学员看不到机构低吸信号的，那你可以看一下啊，就是它现在来讲是处于一个下跌结构5当中，看一下下跌结构呢会不会消失不见，或者说呢它一直干嘛连续的下跌结构的，那你可以看它能不能出现一根9号 K 线，能出现9号 K 线的，它能实现突破的，那它就是个底部9结构，那你可以等它进场，或者说呢但是出现了之后它选择跌破的，那它就是一个下跌中继，那么它还会继续往下啊。如果说你看不到蓝烛信号的，你就根据干嘛？根据这一个结构呢去操作也行。那第2个的话呢，你也可以根据一些关键的价格。目前来看的话呢，英伟达往下的过程当中，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一个价格啊，它就是在这一个缺口的位置，189块6毛6到190块7毛7。假设说它在这一个位置继续往下调，补缺口。补缺口的时候一定要去关注一下阳线补阴线补，像前面这样的一根大阴线往下补的，那就说明这缺口撑不住，它会去试探这个缺口，
但是补缺口的时候，盘中回补，收盘价收回去的，十字星回补的，假阳线回补的等等，那么都说明这里支撑有效。那它这里应该来讲就是一个低吸的价格，那我们就可以考虑进场。没有出现的话，那我们再等等更便宜的位置去把它给接回来。OK， 这个是讲到的日线，那接着来看一下它的周线图啊。周线图也是一样，回踩到的多方带的位置出现机构低吸的信号，这里还是稍微比较少见的啊。上一次出现的时候是在今年的2月份。再上一次出现的是在去年的时候了啊，你们自己可以看一下，在去年的4月的这一个位置，应该是3月底4月初的时候出现的，所以你看一下啊，周线级别上是比较少见的。但现在来讲，英伟达再次出现了机构低吸的信号，还是那句话，继续低吸，继续观望，蓝烛消失，收阳线突破，那么这里就是一个买点。周线级别的买点最少2周以上，那我们就值得期待了啊！看一下英伟达能不能在多方带的位置止跌企稳，可以的话呢，那么它这里就是我们讲到由空方带转为多方带的一个回踩确认，回踩它是为了走得更加的好，那就值得期待它后边的走势。OK， 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话呢，就是 AMD 的话呢，现在跟美光啊，包括英特尔一样，它现在是一个短期在震荡，而且呢，在选择方向的一个阶段。所以在这里的话，有 AMD 的，你心里面一定有预期啊，它一定会在这里上去的时候，由这个9号 K 线的一个阻力，下来的时候也有9号 K 线的一个支撑，所以它一定会在这一个上边的9号 K 线高点啊，546块4毛4，跟下边的9号 K 线的低点。503块5的这个价格当中反复的横跳，你看一下周五最低价跌到了多少？502块6毛1，最后收盘价收回到了521块5毛8的价格，那就说明了这一根9号 K 线的低点的支撑确实来讲比较不错。难的点在于它上去，你看一下周四的时候上去，它是不是它在这里有阻力啊？所以你心里边有预期啊，它在日线上它一定会在这两个价格当中反复的横跳。上去有阻力，下来有支撑，然后看一下选择方向，选择跌破下边的9号 K 线的，那么方向选择向下，短期要调整；选择向上突破并且企稳前期高点的，那它就会打开上涨空间。没有突破也没有跌破的，它会在这一个价格里面震荡，那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你赚钱就会比较的难。所以等它选择完方向之后再说。OK， 这里是讲到的 AMD， 那接着呢，再给大家去讲到的就是特斯拉。特斯拉我们刚跟大家讲啊，周五刚跟大家讲，开盘前刚讲了它出现了机构低吸的信号，然后周五直接干嘛？机构低吸转为了做多啊，但是这一次的做多，我觉得空间上去讲，我觉得会比这一次性价比更加的不错啊，跟英伟达一样啊，就是前面这里我一直跟大家讲性价比不高，现在的话性价比不错啊，当然它能更往下去跌一跌会更好的，我是想着它在这里能继续往下跌一跌，但没想到它直接就确认了。所以对于特斯拉已经进场了的小伙伴的话呢，就设置好这一个防守位。防守位的话，你可以定到哪里？定到这一根蓝烛低点的位置，大概来讲371块2毛2。收一根实打实阴线，给它跌破的话，止损出局，在前期底部的位置把它给接回来。没有跌破呢这一个低点的话呢，那说明呢这里是可以进场的，那我就暂时再去拿一下。没有进场的也可以关注一下，现在是一个下跌结构期，看一下它能不能走到结构9，能走到结构9的话呢，确认是个底部9形态的，那我们就可以进场啊，不是一个底部9结构，像它这里是个中继9的，那它就还有往下再去调整的空间。所以对于特斯拉来讲的话呢，你就已经进场的设置好防守位就行了啊，它跌破的话止损出局，在这个底部的价格位置去把它给接回来。没有跌破，那你就拿住看它前期的这个缺口的位置，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好了，这里是讲到的特斯拉，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的就是 Circle 从这一个高点的位置，我就一直给你们讲到的点，缺口位置如期回补了吧。所以有句话怎么说的啊，就是心急你是吃不了热豆腐的，来得早你不如来得刚刚好。你说你在这些位置，你要是敢进场，它后边再一波大跌，你说你该怎么办？你在这一波大跌的时候，你要是不干嘛？你要这一波大跌的时候，你要是扛不住走了，然后它在这一个位置出现止跌迹象，而且我们讲到的这个缺口的这一些价格，我不是说现在才跟你们讲的吧？
最早的时候你们看一下啊，6月15号开盘之前我就跟你们讲，Circle 呢已经讲过2种进场的方式，要么你给我收阳线突破十字星的高点去进场，要么你给我回调到缺口的位置出现止跌形态之后进场。当时它在这里还是80-90块钱呢，我们给它预测是多少？跌到60多70块钱的位置。当时没有谁会觉得 Circle 呢能跌到这个缺口，但是我是不是就很明确的跟你们讲了，包括这一天跳空高开涨5个点的时候，我都告诉大家先别进场，然后的话呢在低的位置接它。现在回到缺口位置了，并且在周五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干嘛阳包阴的止跌形态说开心吗？确实挺开心，毕竟也守了这么久。说不开心的话也有点，因为我是更加希望它可以往下再去跌一跌的啊。它再往下去跌一跌，出现价格便宜信号的话，那你基本上你可以参考2月份的走势了。现在的话呢，它已经出现了阳包阴的这一个形态，算是一个止跌，算是一种呢我们讲到的止跌的这一个形态。那现在有进场的小伙伴的话，我就觉得设置好防守位就行，因为目前来讲它下方的聚宝盆有在酝酿，还没有真正的就是龙头线向上拐头，所以还不算说呢机构要真正的去拉升它，所以还是要设置好防守位防守位的话呢，我会定到哪里？定到阳包阴当中阳线的低点的位置，大概67块3毛6。确实来讲有点低啊，这一个价格毕竟它周五已经来到了73块5毛7，但是个人的观点，这个价格没有跌破的情况下，我就觉得基本上可以参考一下啊，它在2月份的这种走势，虽然不一定说能像那么的强，但是我也觉得值得大家去期待一下的。所以定好这一个防守位，没有跌破的情况下，我觉得没有问题，你可以暂时再去拿一下。然后往上去看，先看第一个关键阻力位，缺口上沿的位置78块9毛7，这个价格呢能突破的，那么往上去回补缺口，往上去回补缺口。但是大家假设说，打到了这个价格之后，它就干嘛？出现我们讲到的那些见顶形态的，那就先跑吧，就说明它还会再往下去探一下之后再起。但我觉得价格还是相对比较香的啊，所以如果说它真的就是跌破的情况下，我们止损，但是下来了之后呢，我觉得机会还是大于风险的。所以对于 Circle 的话，已经进场的设置好止损价，跌破我止损，没破的我看78块9毛7，这个价格能突破，那么再往上去抬高目标价到这些缺口的位置，直到干嘛？直到它去前期这一个0.382的价格突破之后，它才能打开真正的空间。所以对于 Circle 的话呢，进场的我们设置好防守位就行了啊。好，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话呢，就是美光。美光的话呢，能看到的一个点，我们前面讲过啊，这一个黄竹低点的位置作为一个防守位，跌破的话，短期学员可以选择止盈离场。然后稍微比较遗憾的就是在这里呢。周五的时候收了一根阴线，跌破了黄竹的一个低点。当然这里有个问题啊，就是美光它在周五的一个下跌啊，有一个方面是因为呢，就是苹果涨价因为存储呢这一个涨价之后呢，苹果全线产品呢都进到涨价阶段，然后呢韩股当中的三星啊、海力士啊等等，它就跟着一起下跌。当然苹果的宣布涨价啊，我给大家去讲过，它是冒着什么？就是市场份额，它涨价了之后，肯定市场份额它会减少，它冒着这一个市场份额减少的风险，也要提出涨价，那就说明呢，它对于存储的这一种涨价，它不是一时之间的，就是它不是短期能扛过去的，它应该是一个长期的事情。所以苹果的一个涨价啊，虽然说呢带动着三星、海力士啊，包括美光都下跌，但个人的观点，它的一个涨价反而呢是说明了存储的长期逻辑它是没有变的啊，它不会说只是一个短期1个月或者半个月的一个涨价。那如果是这种的话呢，苹果不会在这里宣布呢去涨价，然后苹果不会在这里宣布去涨价，让消费者呢去承担这样的一个成本的，肯定呢是有一个长期的压力，所以它才会去宣布涨价。那就说明啊，存储的一个长期逻辑它是没有变的，所以它在这一个位置的震荡，我觉得更多的就是涨多了之后正常的回调而已，长期逻辑仍旧没有变。对于这样的一个股票，调整完了之后，它还会继续的上涨的，所以不用担心。我觉得现在还是那句话，它更多的就是涨多了之后，现在呢有一个干嘛正常的一个回调，包括震荡而已。毕竟呢从底部涨起来那么多了，
市场当中稍微有一点利空的消息，都会让那一些资金呢高位获利了结，导致呢它的一个股价的一个震荡，但长期逻辑仍旧没有变。所以止盈的小伙伴看一下呢，美光它在日线上出现了一个什么形态？连阴梯量的形态啊，跟前面这一个底部它是比较相像的。前面这一个底部起来也是一个连阴梯量的形态啊，当然你甭管它在这一个位置它是一个真阴还是一个假阴，反正呢你只要看到它在这里出现的是一个连阴梯量的形态就行。前面的这一次是一个缩量的，那这里是一个放量，现在也是一个放量的一个形态。如果说美光它在下周的时候啊收一个阳线，突破呢这一个连阴梯量当中阴量的高点的，那么这里就宣布呢它调整结束，它得重新起了。没有进行一个突破的情况下，那估计来讲美光还会在这里进行一个震荡的，所以要注意一下啊。它的这一个阴线的一个高点的话呢，大概是在1198.71。所以如果说当时根据呢黄竹低点啊止盈离场的小伙伴，先要关注一下，除非它在下周大力出奇迹来阳线突破呢阴线的这个高点的，不然的话呢就说明它短期在这里还会继续的一个震荡，大家可以先休息休息啊，等到它震荡完了之后我们再进场，但是长期逻辑仍旧没有变。好，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的就是 ARM 这一只股票的话，是不是跟大家讲了啊？你看一下6月21号这一天周五的时候就已经跟大家讲，收阴线跌破它的低点，十字星低点多少钱？423块6毛2，我们就要注意一下短期回调需要。刚讲完周一大阴线直接跌破，然后连跌4天，包括周五也是处于一个调整阶段。然后你看一下，你要是不执行在这里获利了结的，现在已经回吐了不少了啊。那第二个能看到的点 ，ARM 在这里已经出现了一个机构低吸的一个形态，上一次机构低吸在这里，以及呢再上一次出现的机构低吸在这里，两次机构低吸都是成功的，现在再一次出现机构低吸，所以现在要等的就是什么？它继续的机构低吸，你继续的等待。机构低吸转为做多的情况下，那你心边有预期啊，这里它要有行情，但是要注意的一个点，它现在是已经跌破了这一个飘带的低点了啊，跟前面这一次不大一样。一样呢，它前面这里它是属于一个回调买点，假设现在的话呢，我会把它当成一个反抽买点，除非它后边可以重新站回到多方带。不然的话呢，它在这里它就是一个反抽行情，要注意一下，跟前面两次都不大一样啊。所以有关注 ARM 的，那你就看一下这个蓝烛信号什么时候呢会消失不见，一直蓝烛的，那我们就要注意一下。然后往下去看的一个空间的话，稍微来说比较不错的支撑，第一个的话呢是在 0.382 的价格322块2毛7左右，它一直蓝烛，然后跌到这一个价格，能出现一些止跌迹象的，那估计来讲应该短期会有一个反抽的行情在等着大家。它把它给跌破的，那么向下它会打开下跌空间，看到呢破300的 ARM， 所以要注意一下啊，一旦呢跌破这一个 0.382 的价格，往下的空间它会比较大了。好，那接着再给大家去讲到的话呢，就是微软这一个股票，我已经提前跟大家讲了，周四的这一个内部课程当中，我是不是公开跟大家讲过，现在要关注的是哪些股票？前面暴跌完之后，现在便宜的股票，尤其是软件城。为什么是一个软件城要重点去关注啊？不用想的，软件城前面干嘛？跌的都废废的了，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的话呢 ，AI 它想要去落地，想要进入到物理 AI 的这个层面，它一定要干嘛？软件城上一定要发力，他就说要有更多的人去使用 AI， 它需要软件的这一些平台等等，更多的人去使用 AI， 去训练 AI 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它才会有足够的一个数据可以进行这一个更新迭代，从而呢落实到物理 AI 阶段。所以软件城相关的一些股票，现在来看确实来讲跌得很惨，但是一旦呢资金流转到软件城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前面这一些跌得废废的股票，它就值得大家去期待了。所以微软在周四的时候，我是重点讲了这个股票，包括在周五开盘之前，你们可以看一下啊，我还重点给你们讲了很多股票都出现了价格便宜的信号，也就是白色 K 线加上聚宝盆形态，只是它当时呢一直在酝酿，没有确认。比如像微软这样的一些股票没有确认呢，你又不操作，但是不影响你去关注包括的话呢，像前面
被错杀的，现在呢有补涨需要的，像 RKLB 等等，这个是整个航空板块，我觉得都是被错杀的。那么这种它其实是肯定会有补涨的一个需要的啊。RKLB 它跟这一个甲骨文等等，他们都出现了机构低吸的信号啊。注意一下，甲骨文在周五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价格便宜的信号了。所以你看一下，我在周五开盘之前就跟你们讲了，然后周五微软直接干嘛？大涨5.71%，所以你只要周四周五等等，你要不管呢你是看了行情广播还是听了课程的，那么这些股票我相信来讲你们都已经干嘛拿到手了吧。那目前能看到的点啊，微软它在这里已经价格便宜确认。那么为什么 Josie 呢会去关注微软？刚刚给大家讲到的确实软件层跌得沸沸。第二个的话呢，微软它在日线上已经出现了类似于我们讲到的建仓买点的一个形态。什么叫建仓买点？给大家看一下，第一个价格便宜，也就是说白色 K 线它就我们讲到的价格便宜。第二个的话呢，聪明钱抄底下边的聚宝盆跟前面你看这个底部起来的时候，聪明钱抄底上边价格便宜确认，那么这一个就是我们讲到的建仓买点的一个形态。现在呢微软是不是也出现了？虽然呢它还没有上穿，没有呢突破没有呢向上拐头，它在酝酿当中，但是它已经价格便宜确认了。那么对于微软，我觉得呢进场的小伙伴设置好防守位就行。那第二个啊，除了说我们从抄底逃顶去看之外，其实你可以看一下今天微软放出了这根量，它是一个背量柱啊，它是一个背量柱，它的成交量比它前一天的量放出了1倍以上，这是非常少见的。像这么大的一个公司，它可以放出这么高的一个量，它其实是非常少见的啊。那黑马三绝当中我们讲到的啊，背量不穿后市方方，所以对于微软来讲，它的这一个背量的低点作为我们的止损价，大概来讲355块4毛3。假设呢它在下周收一个阴线把它跌破的情况下，那说明整一个软件层它还没有机会，那我就再等等啊。它确实已经很便宜了，但它需要资金的流入，只要我们看到下周它的这一个低点没有被跌破的情况下，那说明没有问题。然后它如果能收一个阳线，突破背量 K 线的高点的，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一根阳线的一个高点，大概来讲376块6毛1的，那估计来讲行情要来了啊，那你就需要重点的去关注一下。所以下周看一下能不能一口作气给我来根大阳线，突破它的高点。可以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期待一下它的行情。当然选择跌破的情况下那也没有关系啊，大不了我先止损出局，在更低的位置再把它们给接回来就可以了。OK， 这是讲到的微软。那接着再给大家看的就是 RKLB。RKLB 的话呢，跟大家讲到的就是属于被错杀的有补涨的一个股票。现在来讲其实价格我觉得相对已经非常不错了啊，只是刚讲完，然后没想到它就直接干嘛？蓝烛消失收阳线了，但是它的最高点没有突破呢蓝烛的一个高点，所以不算真正意义上的蓝烛消失收阳线突破确认。但好在呢，它在这里出现的这一个形态叫反包阳线，所以对于 RKLB 的话呢，操作策略干嘛？已经进场的学员，蓝烛低点作为止损价80块钱。下周直接阴线跌破的话，那我们就止损出局。没有收到这样的阴线跌破蓝烛低点的，那我们就拿住。想要进场的话呢，最好等再收一个阳线突破蓝烛的高点86块1毛1，那就说明这里确实来讲啊，它选择了向上。而且我们讲到的从反包的这一个阳线上去看，因为是不是一直跟大家讲反包阳线它是用来看什么？它是用来看了变盘的。如果说它是选择向上突破的，那就说明方向选择向上；它是选择阴线向下跌破的，那就方向还得继续往下调。但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的话，我觉得这一些价格还是相对比较的香的啊，而且 RKLB 也是收到了 NASA 的一些订单啊，我看了一些资讯啊，就有收到了一些2份比较不错的一个订单，所以对于 RKLB 来讲，进场了的设置好止损价，没有进场的学员的话呢，你可以干嘛？就是看一下下周能不能收阳线突破它高点，可以突破的话呢，你就可以进场，然后设置好防守位。我当时还觉得它最好可以往下跌一跌，像前面这一些位置一样，我觉得再去进场我就会更加的香。现在它的一个龙头引力处于一个低位，但是还没有聚跑盆，稍微还是有点小难过的啊。我是想着它能继续往下跌的，
那么我觉得它的一个价格会更加的好。好，那这个是讲到的 RKLB 啊，那接着该给大家去讲到的就 PLTR，能看到的点，它基本上跟微软一样啊，都是聚宝盆形态，就是资金确实来讲呢，下方有这一些机构在吸筹，这一个应该也是从它高点下来以后第一次出现的聚宝盆的一个形态，并且上方价格便宜确认，然后它在这里出现的缺口啊，3天之内回补的缺口。我觉得总体来讲还是稍微比较不错的，不管从缺口的角度，从价格便宜的角度，还是我们讲到的这个聚宝盆的一个角度来看，我都觉得比较的不错。所以 PLTR 的话，在周五也收了一个阳线，突破白色 K 线的一个高点，还是一个旭日东升的一个形态。K 线角度上去这种 K 线组合也算是一个看涨的 K 线形态了啊。所以 PLTR 的话跟微软一样，设置好防守位就行了，防守位定到白色 K 线低点的位置106块3毛7，你会发现我们定的止损价啊，稍微来讲都有点低。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一个点，它如果真的跌破的情况下，那么的话呢，就说明它还会继续的往下去探，那我们就干嘛？该止损得止损，但它没有跌破的，它后边去带来的这一个机会啊，像 PLTR， 我觉得它后边去带来的一个机会，它会起码去到多少钱？我给你们看一下，起码它可以去到哪里？去到128块2毛7的这个价格。因为根据我们讲到的建仓买点的一个反弹，最起码来讲应该是会到 0.382 的位置，所以我觉得它的这个空间是值得比较不错的，所以设置好防守位，跌破那没办法，我们止损出局，没破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多少？它的一个反弹目标可以去到128块2毛7了。我觉得这里还是相对来说，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相对比较不错的啊。所以进场 PLTR 的话呢，设置好防守位就行了。OK， 以上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到的所有的内容。那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在评论区当中给 Josie 留言。我们下期再见，拜拜。